你是否知道，我们人体的气候其实每天都在变化？从晚上11点，也就是子时开始，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，这段时间属于阳气，而到了下午就转为阴气了。现在许多年轻人在上午总是感到昏昏欲睡，没有精神，但到了下午，只要稍微休息一下，就会恢复元气。到了夜晚，他们的精神甚至更加旺盛。其实，这种生活模式并不是正常的夜生活，因为这种作息是违背自然规律的，会导致我们身体的阴阳失衡。深入研究后，你会发现，昏暗的环境会引发我们的烦恼和负面情绪。比如那些昏暗的舞厅，里面的景象其实就像地狱一样。人们在昏暗的环境中会感到舒适，是因为身心都进入了昏昧的状态。但佛陀曾说，众生颠倒，实在是可怜悯者。真正的修行是要我们超越这种昏昧的状态，进入大光明顶。那么什么是阳气呢？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说要补阳、壮阳、扶阳，这些究竟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补充阳气呢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。影片的内容比较丰富，所以时间稍长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，请点击右下角的订阅图标，以免错过后续内容。好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气。气是构成世界物质的本源，它充斥于我们全身，无处不在。根据分布和特点的不同，气可以分为元气、宗气、营气、卫气和中气五气，这些统称为阳气。在几千年的中医文化中，阴是指人的身体，而阳则是指人体所具有的能量。人的一生就是一个阳气衰减的过程。古人说，有形之躯壳，皆是一团死机，全赖这一团真气运用于中，而死机遂成生机。人身立命就是一个火字，生命的原动力，火种之源，人活一口气，这便是我们所说的真气。真气也被称为阳气，储藏在我们的肾脏之中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元气。当我们说元气大伤，其实是指阳气受到了损伤。在中医的理论中，阳气被比喻为天上的太阳，它对生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《黄帝内经》中曾有描述，阳气者，若天与日，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。这句话明确指出，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，一旦失去其正常位置，就会导致生命的活力无法显现，从而无法长寿。明代的大医学家张景岳在注释《内经》时进一步解释，天之大宝，只此一丸红日；人之大宝，只此一息真阳。天之阳气，为日为本，天无此日，则昼夜无分，四时失序，万物不彰矣。其在于人，则自表自里，自上自下，
以为此阳气而已。人而无阳，犹天之无日，欲保天年，其可得乎？这意味着阳气对于人来说，就如同是地球上没有了太阳，万物不能生存。如果人没有了阳气，生命也将岌岌可危。然而，现代人由于工作及生活的压力，或因自身的不良嗜好，常常出现浑身无力、精神疲乏、失眠健忘、脾气暴躁等亚健康症状。有些女性甚至不到40便提前进入更年期。这些疾病都是由于阳气过度消耗所致。那么，阳气是如何被消耗的呢？各种不适当的生活习惯和行为，如非时作息、过度劳累、精神损耗等，都在不知不觉中消耗着我们的阳气。当阳气耗尽时，生命也将走向尽头。总结一下，以下是最易损耗阳气的8种行为，需要我们特别关注。1. 非时作息，这会使阳气的升降出入规律被打乱，影响阳气的正常生发和归藏。2. 过度劳累，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，过度疲劳都会导致阳气耗损。3. 精神损耗，长期的精神压力和紧张会消耗大量的阳气，导致身心疲惫。4. 不适当的运动，过度或过于激烈的运动会导致阳气过度耗散。5. 饮食不当，过食生冷食物会损伤脾胃阳气，进而影响全身健康。6. 长期熬夜，夜晚是阳气潜藏的时候，长期熬夜会影响阳气的生发和修复。7. 不良嗜好，如吸烟、酗酒等不良嗜好会消耗体内的阳气。8. 久病不愈，长期患病会导致体内阳气亏损，影响身体健康。当阳气进入阴气，人们开始准备进入梦乡。实际上，我们的生物钟是按照阳气的规律来运转的。道德经有言：归根曰尽，静曰复命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最主要的归根方式就是睡眠。古人观察天地运行，遵循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规律，与天地作息保持一致，因此能保持神清气足、精力充沛的状态。然而，现在很多人将睡觉时间推迟到晚上11点之后，沉迷于上网、看视频、打游戏等活动，长此以往会导致阳气不足、精神萎靡。此外，适时寒凉和甜辣食品也是阳气受损的另一个根源。贪图冷饮、凉菜等一时之快，会将湿邪埋在体内，成为健康的隐患。中医认为，喜食甜腻后味会导致痰湿内生，而适时辛辣则使人精神亢奋，过度耗散阳气。此外，人造贼风也是夏季伤寒的重要原因。夏季毛孔开泄，一旦突然进入冷气房间，大量开放的毛孔来不及关闭，寒气就会趁虚而入。从中医理论讲，夏季是阳气最旺的时节，但人体阳气趋于体表肌肤，体内腹部的阳气偏虚，
稍不注意在空调屋里待久了，很容易使体内的阳气更加虚损，而导致疾病。因此，夏季养生需要特别注意保持体内阳气的平衡和充足，避免熬夜，适当运动，合理饮食，避免过度使用空调等措施，都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关键。正如养生歌诀所说，40为夏南江西。我们需要顺应自然规律，关注自己的生活习惯，才能更好地保持健康。在中医的理论中，伏阴和腹冷是常见的身体问题，尤其在寒冷的季节。然而，夏季的调理却显得尤为重要。这个时节，阳气虽然旺盛，但同时也需要我们特别注意保护。对于女性来说，28岁是她们一生中阳气最为旺盛的时期，也是身体状态最佳的时候。此时，女性的肝气和肾气都达到了巅峰，筋骨强健，头发健康，是生育孩子的理想时期。《黄帝内经》明确指出，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身体各方面都处于最佳状态，是受孕生子的黄金时期。然而，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已经导致生育年龄普遍延迟，许多人在这个关键的年龄段没有注意保养肾精，导致精血亏虚。即便能够受孕并生产，但因为元阳的亏损，他们的体质可能很难改变。此外，现代的产房和手术室大多冷气充足，这使得新生儿在出生后极易受到寒气的侵袭。如果不及时采取保暖措施，会严重伤害到婴儿的阳气。运动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，但错误的运动方式可能会适得其反。《黄帝内经》中提到，适当的运动可以提升身体的阳气，但错误的运动方式不仅不能提升阳气，反而会起到反作用。晚上是阳气收藏的时候，此时进行剧烈运动会扰动筋骨，汗出伤阳。因此，晚上最好避免剧烈运动，而是应该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。最后，房事不洁也是影响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。过度的房事会导致身体虚弱、精神萎靡等问题，对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。因此，保持适度的房事频率对于身体健康至关重要。肾阳亏损，这是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所言，也是导致人半百而衰的重要因素。过度的欲望会竭尽其精，耗散其真，不知持满，不时欲神，这些都是催人老、促短命的诱因。历史上的帝王很多因为荒淫无度、沉溺酒色而寿命不长。反之，那些善于节欲保精的人，往往能够享尽天年。比如唐代的孙思邈，他倡导慎欲息精，并且身体力行，最终活了102岁。大寒与大热都不可贪色欲，醉饱之后不宜行房，因为五脏皆反复，七情烦劳，阳气外张，劳累与压力都是阳气的杀手。人体的任何活动
都需要消耗能量，这个能量其实就是阳气的物质基础。过度的劳累就会导致体内能量的过度消耗，从而造成阳虚现象。另外，滥用西药也是一个问题。抗生素和激素等西药性属寒湿或者直接伤及阳气，长期服用西药必定脾胃阳虚。知道了这些伤阳气的行为，追求健康的人一定会想知道如何补充阳气。其实，改变伤阳气的生活习惯是首要之务，比如生活规律、不熬夜、早睡早起、适量运动、健康饮食等等。改写，其实我们可以将这个原则总结为三阳开泰。只要我们在生活中遵循这个原则，就能避免过度消耗我们的阳气，从而延年益寿。三阳开泰这个词源自《易经》中的泰卦。古人发现，冬至那天白昼最短，之后白昼逐渐变长，因此他们认为冬至是一阳生，12月是二阳生，而正月则是三阳开泰。三阳表示阴气逐渐消退，阳气开始生长。冬去春来，万物复苏，开泰则意味着吉祥和好运的降临。人体的阳气生发也有一个类似的过程，我将其称为人体健康的三阳开泰，即动则生阳，善能生阳，喜能生阳。首先，动则生阳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所创编的《五禽戏》中有一句名言：动摇则骨气消，血脉流通，病不得生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动一动，摇一摇，气血就会流通，百病不生。现代社会主要是脑力劳动，人们大多动摇的是精神而不是身体。长时间坐着会导致气血瘀滞，因此要经常让身体动起来。中医有句话：阳光普照，阴霾自散。如果你体内阳气不足，可以选择一些柔和的传统功法来运动，如养生桩、五禽戏、八段锦、太极拳等。运动的标准是心脏不剧烈跳动，身体微微出汗发热。过度运动会伤害身体。在锻炼时间的选择上，阳虚的人应该在上午锻炼，阴虚的人则选择傍晚静养，这样效果会更好。其次，善能生阳。太上感应篇中对善做了3个定义：与善、事善。我们要做到心存善念，言谈和善，行为善良，同时也要避免看邪恶的事物。行善不仅能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，还能提升身体的阳气。第三，行善是至关重要的。言语和善是要求我们说出鼓励、激励和温柔的话语。当一个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，心情低落时，明智的家长不会责备，而是用激励和鼓励的方式帮助孩子重建信心。你知道吗？夸奖可以使孩子更聪明，许多有成就的人都是在父母和亲朋好友的赞美声中成长的。
这些肯定的言辞能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，促进身心平衡发展。古人云：良言一句三冬暖，这正是言语和善，提升阳气的道理。视觉上的美好同样重要，我们应该经常欣赏美丽的风景，比如壮丽的山川。大自然的美景能滋养我们的眼睛和心灵，让我们与天地交换能量，提升阳气。记住，不要总是看到社会的阴暗面，多关注积极的一面，这样你就能在生活中自然地做到视觉上的行善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行善的例子也随处可见。比如在汶川大地震时，无数人伸出了援助之手。当有人遇到困难时，你主动上前帮忙，这些行为都是行善的表现。当你帮助他人后，那种暖暖的感觉就是阳气生发的体现。正如《礼记·礼运篇》所说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无论是言语、视觉还是行动上的善举，都是为了去除私欲，保持内心的光明磊落，多为他人着想。这种温暖的感觉不仅能延年益寿，还能祛病强身。最后，我们要保持喜悦的心情。古人说，喜则阳气生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要学会寻找快乐，让喜悦充满内心。因为喜悦可以提升阳气，促进身心健康。所以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关注他人的需求，用善言善行去温暖这个世界，让喜悦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旋律。尝试沉浸在快乐的氛围中，观看令人愉快的节目，聆听悦耳的歌曲，阅读你喜欢的书籍。在业余时间，尽量多做你喜欢的事情，这些都能激发你的阳气。喜悦是生活的美好境界，保持一颗愉悦的心，对你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冲洗。根据道家医学的理念，冲洗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提升阳气的手段。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好了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，让善意循环，让祝福彼此加持，让爱充满你的心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